好的，我们先从这个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疫情跟疫苗的问题。如果要这样看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就发现，其实呢，过去1年多以来就是从开始防疫以来，中共当局呢他就不断的批评民进党政府，还有等于说抹黑民进党政府。还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疫情在中国大陆已经爆发了，所以说我们先暂停了两岸的班机。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口罩的管制？这些都是防疫需要的。事后也证明我们的政府做的是对的。可是中共当局他不管你这些，他每一件事情都挑出来说你这个政府呢，台湾的政府呢，就是要以疫谋独啦，你就是在搞政治。刚好相反，是中共在搞政治。还记不记得这1年多以来，这个中共就是逐步的这个加大了对台湾的各种压力，包括军事的压力，对不对？这1年多以来，中共的军舰、军机绕台，再包括这个拒绝或是阻挡我们台湾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去参加这个大会。再加上又趁这个机会，趁防疫的时候要来挖走台湾的邦交国，所谓的疫苗外交，这些事情都是中共在干的。所以说，在此时此刻，当我们听到说这个中共呢要帮助台湾防疫，我们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是说，拜托你北京，你只要不要挡住我们台湾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你只要不要阻挠我们台湾向国际社会来购买这个疫苗，台湾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的问题。这种所谓的认知战呢，就是文宣战舆论战这些心理战这些东西中共对台湾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在防疫的过程中，因为现在台湾防疫有些波折，所以中共呢，当然他会掌握这个机会大量的对台湾发动这种所谓的讯息战、假消息战。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各位我们在台湾的人，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到，还记不记得又来了？网络上又来了，说我们台湾的西河里面又飘了浮尸了。什么这个我们政府购买这个疫苗呢有很大的价差还有说我们的政府呢拒绝去购买某家公司的3000万剂的疫苗啦然后政府要补助每个染疫的人1万块钱呐这个化学兵那个消毒的那个药剂非常毒全部是假消息，就变成是怎样？变的是说，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每天要顾的防疫之外，每天都要澄清假消息，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我们在台湾每个人都感受得到，这种假消息混乱我们的台湾的政府防疫的这个工作，打击我们政府的这种公信力的这种讯息非常的多。其中非常多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个 IP， 当然最大的嫌疑就是中共，不然哪个国家会这样大量的去散发这种假讯息来打击台湾的政府？你说个别的网民1、2个，我相信，但不可能是这种有组织、有系统的行为。那么最近这个认知战，我们还发现一个重点，它有一个集中打击的地方，就是疫苗的问题，而且呢，它的这个焦点是在帮中国疫苗讲话，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这个中共的在立的这个协力者，中共的代理人，不约而同的都在谈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疫苗好，中国的疫苗棒，台湾就要用中国的疫苗，等等等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他曾经有松口过，不见得是要排斥这个中国的疫苗，所以我觉得现在关于中国疫苗可以分2个层面来讨论了。
不是拒绝。第一个是安全有效性，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法律程序啊。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台湾的法律它就是规定，而且这是国民党立的法嘛，就是说其实是禁止中国的这种血清啊疫苗的进口。所以呢，在台湾，那些主张要用中国疫苗的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第一个他应该要在立法院里面提案来修改这个法律，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正道。所以说，那些主张中国疫苗的人，我会建议他们赶快去走我们台湾的法律程序，这是一个方面。好，也许现在是非常时期，紧急时刻非常时期，是不是可以用所谓的法律之外的这个专案进口？那如果是这种专案进口、特殊管道进口，要进口这个中国疫苗，那就要符合我们的安全有效的程序。那刚好。我们的卫福部呢，它最近它刚好公布了，因为我们有第二批 AZ 疫苗40多万剂进来嘛，它有刚好讲它那个程序是什么程序。第一个，我们在购买 AZ 疫苗的时候，已经有要求这个生产的公司把你所有的数据都交给我们，先过目一遍，就是说你这生产的这个数据这个过程，你的实验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等等数据要先拿出来，我们书面审核嘛。书面审核完了以后，也有试用完了以后呢，进口。针对第二批的这个进口呢，我们的这个卫福部是公布，它会抽取一些样品，会拿到我们的食药署国家实验室进行检验。有哪些检验？有鉴别 pH 值，检验 DNA 跟蛋白质的比例，检验细菌内的毒素、无菌，还有它的那个有效等实验。我现在讲的这一些程序，不是针对中国的疫苗，而是说在我们国家本来就有这一套程序，针对所有的国家进口到台湾的疫苗。不见得是新冠疫苗，其他的疫苗都要经过这个程序，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疫苗也要有这个程序。那我知道说，因为这两天我们台湾有某些县市政府嘛他们说县市政府他们自己要来进口，那也递出了申请文件。那我希望这件事情就按照我们台湾的这个合法法律，我们先不要管它了就安全有效的这个程序，我们大家也许来做做看吧。那我们的陈时中指挥官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有讲，他就说大家都是在外面喊说要进口中国疫苗，但是进口中国疫苗，他刚刚说的卫福部的所规定的那些程序。都还没有在进行就对了，所以第一步，如果要进口中国的疫苗的话，就要请把中国疫苗的它的这个实验的数据能够交给我们，那我们先看一下，等它真的进口进来以后，再根据我们的程序逐步做检验。我觉得是这样子啦。这个中共国台办最近不是说吗？他可以这个帮助我们疫苗，还有派专家来嘛？是。国台办的讲话都非常好听，我们只拜托他一件事情，就是过去这1年多以来，我们台湾的人如果有到中国大陆，然后呢有被中国大陆他们的海关人员有被拦到确诊，有确诊案例，我们的卫福部都拜托他们一件事情。能不能把那些台湾的确诊案例，它的这个状况、它的病毒株相关资料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都没有提供，这1年多了都没有。所以呢，如果说两岸要能够这个互相帮忙、互相合作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这一些大家所公认的程序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做。其实我们后面更希望的是，中共不要再在国际社会上打压我们了，不要用军事来恐吓我们。那这样子的话两岸能够进行相关的这种所谓的防疫合作那它才有可能嘛。对。